GT Cut 这个系列热度一直很高，一代被誉为神鞋，但目前价格太贵；二代口碑褒贬不一，且需要磨合；三代相对平庸，没有前两代那么惊艳，但它的升级版 GT Cut 3 Turbo 好像可以拯救这一代。先说一个结论，如果你不喜欢尾10和伽马的刃，不喜欢 Cut 3的包裹和脚感，那你一定会喜欢 Cut 3 Turbo 版本。重量方面，42码半，单支370多克，在当下版本算不上特别轻质，主要重量源自于鞋面的改变。但是我为兽脚发声，我太喜欢这个鞋面了，拜托了耐克，以后出鞋子能不能多出一点这种鞋面，或者是友商国产品牌能不能稍微的模仿一下，学习一下？因为这个鞋面它的纹路会随着形变给你在不同角度提供有效包裹，而且鞋面强度大幅度提升。再一个就是普通版本的 Cut 3对于兽脚来说完全没有包裹，两边空，上面空间过多不贴合，而且鞋面穿久了之后会更松垮。而 Turbo 的这个鞋面直接把包裹拉满，两侧锁定非常明显，鞋头和脚背区域贴合感也很好。我穿 Cut 3，我可以用大脚趾落在食指上面，但是我穿 Turbo， 我的脚趾基本上是没有移动空间的。至于宽脚兄弟们，外侧会有一定的挤压感，侧面的碳纤维纹理虽然硬度不是很高，但需要一定的时间磨合。但是体重是完全不需要磨合的。我身高186，体重140斤，能获得软弹感的同时，不会觉得像穿 AJ39或者是西安4那样出现泄力以及踩不开的情况。那只有光头1.85米，190斤，他落地也不会觉得能把中底踩穿，这得益于 Zoom Max 中底加上 Zoom Max 鞋垫的双密度设计，在落地或者施压的时候，中底下陷感很明显，吸震突出。那起跳的时候 ，Zoom Max 由于有下陷，大家可以理解为蹦床，下陷之后再把你弹到空中。同时，根据我穿 AJ39的经验，他们的中底都是 Zoom Max， 所以 Turbo 会随着磨合以及衰减，中底会变韧，重心会明显降低，鞋垫会因为磨合之后踩出自身脚面的轮廓，就像 Cut 2一样，越穿越好穿。至于它中底的碳板，没错，猜了，长这样。形状和 Cut 3一模一样，就论刚性和推进而言，它是不如尾10、不如伽马的，但比 P-Bass 版本的 Cut 3又韧弹很多。所以 GT Turbo 不仅仅只是服务于精英球员，普通的篮球爱好者也能轻松驾驭。那它和尾10的区别是，尾10更跑动、更推进、更精英球员，而 Turbo 则是更稳、更温和、更有脚感，以及驾驭门槛更低。大底看似是橡胶底，其实它是水晶底啊，耐磨和抓地都是耐克的常规水平。当然，如果你介意水晶底的话，大家也可以等后面的橡胶底版本。总结来说，这双 GT Turbo 是一双全面升级的产品，适配范围包含投射、站桩、突破以及爆发，适配人群从轻体重到大体重都可以驾驭。脚型的话，则是瘦脚到微宽脚，但是对于极致变向党或者是追求极致重心的球员来说，这双鞋可能就没有那么合适了。那最后关于这双鞋，这次如果说我说漏了，兄弟们还有哪些点是比较关心的？兄弟们可以打在评论区，我后面再出视频来解决大家的问题。OK， 这就是这双 GT Turbo 的整体情况，那我们下次见。